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知倩高老师，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。这一节要来学习初级将杀法傻瓜斜线。孙子兵法中讲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意思就是了解自己，了解对手，才能够百战百胜。对手的英文单词是 opponent。上一节的开局原则中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做漂亮的排兵布阵。可是问题接着也出来了，应该进攻哪里呢？哪里是对方的弱点呢？我们先来分析下黑方的8个小兵，从 A7 这个兵开始。这个兵呢，由车保着 ；B7 这个兵由象保着。C7 这个兵由后保着 ，D7 这个兵有马、有象、有后，还有王保着。E7 这个兵也是由后、由王、由象、由马4个子来保着。F7 这个兵由王保着。G7 的兵由象保着。H7 的兵由车保着，大家可以推断出哪个兵最弱了吗？对了，是 F7 的兵。王本身就很弱，再让他来保护一个兵，可真是有一点为难。那白方是哪个兵最弱呢？当然也是由王保护着的 F2 兵咯。当你知道了自己的弱点和对方的弱点了之后，似乎计划一下就变得简单起来。你需要特别看护住自己的弱点，而同时要打击对方的。带着这样的一个策略，我们先来看一个初学者最容易掉入的开局陷阱。我们把棋盘转个个儿，让黑方在自己的这一边。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是黑方该如何应对对方的无理进攻。白方先走 E4， 黑方回应 E5。这个时候，白方一下就把后走到了 H5。先说明一下，这步棋的出后并不是一步好棋，因为在上一节当中已经学习过，在开局时应该先出轻子。先出马跟象，然后呢再出重子。那可是现在呢，白方一下就把这个后走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就要问问大家了，你们现在是黑棋，会接下来走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，想一想。大家肯定是有走 G6 的。你们会说，我抓你的后。可是白方接下来直接走了一个后吃兵，同时将黑方的王和抓黑方的车。那仅仅几步棋呢，黑方就呈现出了败势。我们把这步棋拿回来，相信呢也有走马 F6 的，虽然没丢车，可是呢E5兵还是一下子就丢掉了。在这儿的时候有没有想走 F6 的？你识破了黑方想吃E5兵的想法，但是却忘了这个兵一走起来，白方的后正好要抓黑方的王，这是要判违例的，也不行。如果有想到走马 C6 的，那可是真要表扬一下，又保住了中心兵，又把马出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位置上。一招棋呢，两个作用。所以当对方走完一步棋之后，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在心里问问自己，他要干什么？吃我什么子儿吗？我需要防守吗？如果需要防守，我该怎么防？如果不需要防守，我又该怎么继续我的计划呢？这就是国际象棋当中的知己知彼。好了，
知道这个重要的环节之后，白方接着走了一步象 C4，接下来又轮到黑棋了。按下暂停键，想一想，相信有走马 F6的，那可是中了白方的计，白方会毫不犹豫的走后吃 F7。哎呀，黑方的王被将杀了，你不能去吃他的后，因为他的象保着后呢。这也就形成了最著名的初级将杀法，也叫做四不杀，白方迅速赢棋。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办法，也许走后E7，或者是后 F6。先表扬一下啊，至少呢防住了白方走后 F7将杀。但是啊，当你走到后E7的时候，好像 F8的这个象有一点点不高兴，有点把它堵住了。那你要是走后 F6呢，这个马又有一点不高兴，因为 F6的格儿好像应该是属于马的。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合理的招法了呢？走D5挡住白方的象，可是白方现在有2个子儿在吃D5兵，而黑方只有1个后在后面支持着。比如说白方把它吃了，你这时候也不能用后把它吃了呀，因为白方接下来会把你的后也吃掉。当然啦，还有 G6这步棋，这步棋不仅防住了白方后吃 F7，而且反吃白方的后，又是一步棋2个作用。如果你走的这步棋没有作用，没有目的，那就是在摆积木，不是在下棋。如果这一步棋只有1个作用，那这步棋还算行。如果这步棋有2个作用，那一定是好棋。如果有3个作用，哇哦，那是大师的想法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师们都那么厉害吗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思考，而且让每一步棋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。小小大师们，高老师可是看好你们哟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回到棋盘上来啊。白方一看到，哎呀，他要吃我的后，白方接着走了后 F3。这时候又轮到你们走黑棋啦，再次按下暂停键，找一找当大师的感觉。白方要干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能像大师一样思考呢？让一步棋起到好几个作用。走后E7当然是可以的，但最好的其实是马 F6，既防住了后吃 F7，而且把马走到了他最高兴的位置上，还腾出了 G8格。等我们再把象出去的时候，也许从这面出，也许从其他的位置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断一位了。白方也许还会尝试继续着进攻 F7兵，走后 B3。这回黑方可以走后 E7，这一回把白方的进攻彻底的给防住了。而白方因为在开局当中不仅出后过早，而且过多的走动了后，过多的走动了一个棋子，会影响其他子力的出动。此时白方的优势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再来快速的回放一下刚才的片段啊。白方 E4，黑方 E5，白方后 H5 捉黑方的兵，顺便瞄住黑方的 F7兵。黑方马 C6 守住，白方象 C4，注意第2次在打击黑方的 F7弱兵。黑方 G6，白方后 F3，第3次盯住黑方的 F7弱兵。黑方马 F6，白方后 B3，第4次盯住黑方的
F7弱兵。可见白方的执着。这个初级将杀法对于刚刚学棋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难点，要求黑方必须掌握防守的方法。而白方的进攻虽然很无理，但是却很霸道，必须加以重视。我们并不建议小朋友用白方的方法，因为呢，这毕竟有投机取巧的意义在里面。偶尔快乐的走一两次倒是可以的啊，那最好呢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按照开局理论走，比如占中心，先出青子，先出马跟象，车跟后要放在后面出。F7兵和 F2兵如此之弱，所以呢应该好好的保护，不要轻易把它走出来。一旦要走动它，一定是需要有特殊的想法和意义，而且能够保证王的安全。有一个最快被将杀的例子 ，F4，黑方 E6，白方 G4，黑方后 H4，哎呀，快看看，怎么了？白方的王第4步棋就被将杀了，原因是白方早早的就把这2个兵走出去了。我们把这条斜线称为傻瓜斜线。再来看一个例子，白方 E4，黑方 F5，白方吃掉它，黑方接着走 G5，白方后 H5，哈，这一回黑方在他的傻瓜斜线上被白方的后将杀了。通过这一节的学习，相信你们已经了解了 F7兵的重要性，同时呢，也了解了因为它而产生的傻瓜斜线。如果早早移了位，就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了。最后，我们又要来做一步杀的练习了。这几个图形都是白方先走，要求用一步棋将杀黑方的王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